一个美国总统在大萧条中眼睁睁看着数千万同胞在垃圾桶里抢食吃，却怎么都不肯动用国库发哪怕$1的救济金。而这个人曾经还是救过700万比利时人，救过2000万苏联平民的人，为什么他就不救美国人？而这个人就是面对美国大萧条的胡佛总统。要了解他做总统后的各种骚操作，就必须了解他经历了什么。1874年，赫伯特·胡佛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铁匠家庭，这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贵格会家庭。贵格会讲究什么？4个字：勤奋克制。这成了胡佛一生的精神底色。但老天爷并没有打算让他安安稳稳的打铁。胡佛6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9岁的时候，母亲也撒手人寰；不到10岁，胡佛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这要是放在今天，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件，立即就会有儿童保护组织和社区社工火速介入。接着，心理医生会准时报到，给他安排一套漫长的童年创伤心理干预。亲戚们大概率会在众筹网站上火速拉起一个帮助可怜的小胡佛的募捐项目，哪怕是被安排进了寄养家庭，学校老师也会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的情绪，生怕哪句话没说对，触发了孩子的创伤应激反应。但在当时的美国，不要说什么福利系统和心理辅导，你流个眼泪都说你是个懦夫。亲戚们凑了点钱，把他塞上了一列开往俄勒冈州的火车，去投奔他的舅舅。他的这位舅舅叫约翰·明索恩，是个乡村医生，同时也是个极其硬核的贵格会教徒。贵格会的人本来就主张克制、禁欲、不苟言笑，而这位舅舅更是把严厉这2个字焊在了脑门上。在这里，没有心理抚慰，没有零花钱，更没有睡前故事。舅舅除了当医生，还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小胡佛下了课就得去公司打杂，身份是办公室小弟。他每天的工作包括早上第一个到公司生炉子、打扫卫生、给打字机上墨、跑腿送信、整理账本。不仅要干活，舅舅还要求他绝对服从、绝对自律，连业余时间的娱乐都被严格限制。有一次，小胡佛实在受不了这种高压，偷偷从家里跑了出去，在野外睡了一晚上。结果第2天饿得受不了，自己溜回来。舅舅不仅没有到处找他，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是冷冷地指了指扫把，示意他该去干活了。舅舅供他吃穿，供他上了学，甚至教会了他基本的商业运作和会计知识。从当时美国极其半野蛮状态的氛围下，胡佛的舅舅似乎也做得不错了。但在小胡佛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欠你的，亲情是虚的，同情是软弱的，眼泪是没用的，唯一能让你站稳脚跟的，只有你自己干活的本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了总统的胡佛，看到那些失业破产在街头排队领救济面包的美国国民时，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他们有点不争气。时间来到1891年，一所名叫斯坦福的大学刚刚建校，宣布第1届学生免收学费。17岁的胡佛怀揣着极其有限的盘缠，揣着对改变命运的极度渴望，考了进去，主修地质学。在大学里，他没钱交住宿费和饭钱，就去洗衣房打工，去当跑腿，硬是靠自己养活了自己。毕业后，作为一名地质工程师，胡佛没有选择去大城市的办公室吹风扇，而是拎起勘探锤，一头扎进了当时被认为最苦、最危险的地方。他先去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沙漠找金矿，在那种气温高达40度、连水都喝不上的鬼地方，他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狂体质。他不仅找到了大金矿，还设计出了最高效的开采方案。很快，英国的矿业巨头看中了他。英国矿业巨头们把他派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大清帝国。1899年，25岁的胡佛带着新婚妻子，坐着轮船摇摇晃晃地在天津大沽口登陆。胡佛此行的目的地是唐山一带的开平煤矿，它是李鸿章亲手创办的洋务运动核心企业。这里有大清第1座现代化煤矿，第1条标准轨距铁路，甚至还有自己的车间和舰队。它是当时全亚洲规模最大，拥有2万多名工人，设备也是冠绝全亚洲的工业巨无霸。但就是不怎么赚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因为他有个致命伤，开平煤矿实行的是官督商办，顾名思义，商人出钱，官员管理。当时开平煤矿的督办张彦谋为了扩大生产，四处借洋债，正好联系上了英国莫林公司。英国人作为债主，为了保证大清能还得上钱，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派我们的人去当总工程师，去给你整顿一下。不过后来义和团事件爆发后，开平煤矿经过各种骚操作之后，就变成了英国的。于是25岁的美国理科生胡佛被派到了唐山。在这一年，胡佛本质上是大清洋务企业花重金雇来的高级打工仔，他拿的是开平矿务局的工资，要在张彦谋的手底下干活。胡佛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副本，但对他造成极大的影响。离开中国后，他定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的矿业咨询师。他满世界飞，专门收购那些管理不善、濒临破产的矿山。他用最严苛的现代工程学和财务制度，让他们起死回生。业界敬畏地称他为病矿医生。靠着这个手艺，不到40岁，他已经是身价数百万美元的超级富豪。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胡佛只是个成功的阔佬。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利时被德军占领后，英国海军实行了全面封锁。当时的比利时就是一座巨大的孤岛监狱，眼看就要断粮。胡佛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怪物——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他设计了自己的旗帜，给运粮船发了通行证。当时在海上悬挂比利时救济委员会旗帜的船只，甚至比美国国旗还好使。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坚决反对运粮，认为这会间接帮了德国。
胡佛直接威胁，如果比利时人饿死了，全球舆论会把英国撕碎。德军想征用救济粮，胡佛冷酷的回应，只要你们动一袋面粉，我立刻切断所有供应，并向全世界宣布德国在制造饥荒。胡佛硬生生的把比利时700万人填饱肚子。1917年美国参战，胡佛回国，威尔逊总统任命他为美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习惯了丰衣足食的美国人主动把嘴里的肉省下来给欧洲。威尔逊总统想发粮票强制分配，胡佛说不，我要让美国人觉得节约是他们对民主的最高贡献。胡佛动用了几千名演说家、海报大师和几十万志愿者，发起了一场心理战。他喊出了著名的口号：食物将赢得战争。各种海报写着，你在厨房里浪费的每一口面包，都是射向战壕里美国小伙子背后的子弹。他动员了1400万家庭主妇签署节约誓言卡，签了字的家庭会在窗户上贴一张国旗标志。如果你家窗户没贴，你会在社区里感受到一种极度窒息的不爱国压力。当然，胡佛不是让大家盲目少吃，他像一个超级产品经理，给出了极其硬核的卡路里调度方案，推出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为什么要省小麦和牛肉？因为它们易保存、耐运输，最适合横跨大西洋。他不让你饿肚子，他推广吃玉米粉、燕麦、海鱼，甚至鲸鱼肉，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长途海运，留在国内消耗对系统总效率最高。1918年，美国向欧洲出口的粮食竟然在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情况下，生生翻了3倍。这种由下而上的道德自律，让胡佛在那个没有电脑监测的年代，精准掌控了数千万人的饭碗。胡佛在1917年的巨大成功，让他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路径依赖。他认为只要通过精英统筹、道德动员和民众自愿，不需要下场发钱或强制干预，就能解决任何系统性危机。1918年11月，一战停火，但胡佛没有下班，他发现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启。从比利时到波兰，从维也纳到莫斯科，整个中东欧的农业系统彻底瘫痪，几千万人在寒冬中等待死亡。威尔逊当时正忙着在巴黎和会上跟各国元首吵架，他直接对胡佛说：“欧洲的烂摊子全交给你，别来烦我。”胡佛调动了美军剩下的几千辆军用卡车，雇佣了成千上万名失业的退伍军人，重建了横跨半个欧洲的粮食物流网。几十年后，杜鲁门总统曾感叹，胡佛在那几年里救活的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征服者杀掉的人还要多。到了1921年，苏俄正处于一种呼吸都困难的状态，伏尔加河流域遭遇了100年一遇的大旱，土地裂得能掉进胳膊，种子种下去直接变成了熟食。当时约3000万人在挨饿，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极端惨状。大文豪高尔基坐不住了，写信向全世界哀求：“救救我的同胞，再不来就真没人了。”消息传到美国，政客们的第一反应是饿死这群布尔什维克，岂不美哉？但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胡佛十分的强硬，别跟我谈什么主义不主义，这几千万个百姓是无辜的。再加上当时美国农民正面临粮食产量过剩，谷物价格跌破地心，让联邦政府把这些烂在仓库里的粮食买下来送给苏俄，既救了人，又稳住了美国粮价，何乐而不为？胡佛虽然救人，但他提的条件极其霸道。胡佛要求我的美国救济管理局进苏俄，必须有独立的铁路调度权，必须免税，而且分发粮食的过程，你们苏维埃政府一个兵一个官都不准插手。所以美国实在太野蛮太过分。当时苏俄高层气得拍桌子，这哪是救济，这分明是美国人在我们领土上搞国中之国。但随着每天几万人的死亡速度，最后还是妥协了。救济管理局进入苏俄之后，胡佛调动了通过上万处实施点，建立了独立的电报网，每一份救济餐都经过精算，白糖、浓缩牛奶、白面粉和培根。在最高峰时期，胡佛每天喂饱了1000万苏俄人。这场救济持续到1923年。不过还好，苏俄人民还是能够时刻保持清醒。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提醒民众警惕美帝国主义的狡猾。而胡佛在美国内部其实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很多保守派议员对他是疯狂抨击，骂他是列宁的后勤部长，因为胡佛拿了足足6000万美元的预算去救灾。然而就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他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不愿意救济呢？这要看胡佛在当美国商务部部长时都做了什么。他发现当时美国工业各搞各的，简直是浪费生命。他强力推动了标准化运动，召集各行各业的老板开会，强行砍掉多余的型号。砖头从66种型号砍到了11种，轮胎从几百种规格砍到了几种，瓶塞、床垫甚至是牛奶瓶全部统一规格。他的逻辑是，只要规格统一，物流效率就会飞跃，成本就会下降，老百姓买到的东西就便宜。1920年代广播刚兴起，空中电波乱成一团。当时没有频率分配，如果通用电气想播新闻，而隔壁的百货公司想播广告，两家就会拼命加大发射功率，试图把对方的声音盖过去。胡佛召开了4次全国无线电会议，制定了频率分配规则。他把电波划成了不同的跑道，比如这一段专门给业余无线电，那一段给商业广播。他规定，你想广播，你必须来我这登记，我会给你指定一个固定的频率和功率。如果你穿岗，我就吊销你的执照。今天我们听广播、看电视的频率管理体系，底层逻辑就是胡佛打下的。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灾难，这是胡佛当选总统前的最后一次封神战，洪水淹没了7个州，几十万人无家可归。胡佛再次展示了他的救灾算法，他没动用太多联邦拨款，而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几周内募集了1500万美元私人捐款。他调动了海军的船只、陆军的帐篷和红十字会的护士，建立了几百个配备卫生设施、学校甚至电影院的难民营。
虽然胡佛在技术层面封了神，但这次救灾也暴露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冷酷。为了保住大城市新奥尔良的精英阶层，胡佛和当地政客决定炸毁下游的一处堤坝，导致贫困的圣贝尔纳和普拉克明教区瞬间被淹。胡佛承诺会赔偿，但后来证明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尽管有这些争议，但在当时的信息环境下，胡佛就是英雄。当时的报纸头条全是胡佛拯救了美国。1927年的成功再次加深了胡佛的执念，民间慈善加跨部门统筹等于无所不能。他坚信，只要有他在，任何危机都能在不破坏小政府原则下被摆平。到了1928年美国总统大选，胡佛当时的竞选口号是让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每间车库里都有2辆车。这个口号对于当时的美国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而他的竞选纲领就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阐述，主要是3点。第一，坚韧的个人主义。他认为美国的伟大源于无数个体的拼搏与自立，如果大包大揽，就会破坏民众的进取心，导致官僚主义膨胀，最终摧毁美国的创新源泉。第二，自愿合作。鼓励行业协会、劳工组织和农业合作社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自愿协商，以解决当时生产过剩、劳资纠纷等问题。第三，保护性关税。承诺上台后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保护在中西部苦苦挣扎的美国农民免受国际廉价农产品的冲击。由于胡佛当时的名望很高，而且喊的口号也很符合美国老百姓的胃口，于是他成功当上美国总统。下一期我们再共同了解胡佛在往后4年任期里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纵观胡佛执政的4年，他就像是一个拼尽全力、殚精竭虑的修表匠，试图用他最趁手的镊子和放大镜去修理一台已经被卡车碾碎的精密仪器。他极其勤勉，甚至把自己的总统工资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他充满责任感，每天在白宫工作超过15个小时，愁得头发雪白。你说胡佛是纯粹的放任自由吗？绝对不是，他的超强干预比以往都要多。这其实是美国当时2种理念的冲撞。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你立法让少数富裕阶层繁荣起来，他们的繁荣就会泄露给他们下面的民众。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如果你立法让广大的底层群众繁荣起来，们的繁荣就会向上托举起每一个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阶层。